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就在上周五，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经历了1个点的上涨之后，创出了历史新高，接近38000点。但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我们看到道指疯狂上涨的同时，也看到了今天 A 股市场创出了一个非常低的低点，3735点啊，上证指数到达了这个位置。那么我们马上要经历的是3700点保卫战。而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正在箱体下沿疯狂试探40500前低附近啊，前面震荡行情当中箱体下沿附近的这个位置，三种市场三个表现，那这个市场是与历史经验完全与众不同的。我们在历史行情当中经常能看到美股同步比特币同步 A 股，但是呢，目前来看这种迹象，这种行情啊，三个市场同步的行情，在这轮行情当中发生了异常的变化。美股市场疯狂上涨，A 股市场疯狂下跌，比特币市场疯狂的在试探底边线啊，这个箱体的底边线。那这轮行情我们也看到了啊，比特币在大趋势上是跟随美股上涨的。那这轮行情我们见证了2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启动时间是在23年1月走出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然后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启动时间是在23年6月走出了一个第二轮悟空阳线之后，调整了4个月啊，6到10月份经历了一轮调整，在10月份悟空阳线重新复活。我们在10月份的比特币月当中看到了。这个复活之后的悟空阳线，接着往上走，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仍然是属于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一个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悟空阳线在23年12月走出来之后，后面的 K 线我们认为是一组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判断啊。悟空阳线仍然存活，因为目前比特币没有跌破悟空阳线的开盘价，这个开盘价在39972点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没有跌破，认为悟空阳线仍然存活。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走出了一个非常岌岌可危的箱体结构，疯狂的在试探箱体下边线的这个位置。那箱体下边线有没有可能跌破呢？我们在上周五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啊，这个位置是有机会跌破的原因是。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4小时级别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存在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那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这个形态是容易出现新低的。那么如果出现新低，下方支撑位大概是在37000美金附近。那这个位置呢，是在23年10月份到23年11月底的行情震荡趋势向上的这个上涨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如果能够回补37000的话，我们将见证比特币前面行情当中12月份的上涨过程当中形成的上涨过程当中构成的这个位置空缺是有机会回补的。也就是说，37000点到4万点附近的这个空缺区是有机会回补的。但是也不用过度担心暴跌行情啊。为什么不用担心暴跌行情呢？因为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多次形成这种箱体结构跌破的在疯狂试探底边线之后发动跌破。那就包括了23年3月到6月这个箱体结构跌破之后迅速反弹上来，还包括23年6月份这个箱体结构下跌之后跌破之后快速拉升上来。当然了，23年6月份这波6到8份这个箱体结构在跌破之后，我们经历了6月份23年6月到10月份这个震荡行情才反弹上来，虽然反弹的很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底部区域是经历了很快的调整，大概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它就调整完毕了，然后逐渐缓慢攀升上来。所以即使目前我们看到的周线级别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这个位置被跌破，那这个箱体被跌破也是很正常的行情，也是这轮第3轮周线上涨之后需要经历的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因为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我们看到周线级别第2轮上涨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经历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过程，这不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规律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目前能够观察到的下跌趋势当中形成的阴线，包括1月12号的这个阴线那这个阴线可以认为是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那有了日线级别悟空阴线之后，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在8节阴线和沙僧阴线的这个区间，那下方是有机会出现唐僧阴线的。如果唐僧阴线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完成的话，这个37000点到38000点的这个区域是有机会到达之后，我们也要看下方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这3条构成了目前下跌方向的一个支撑位到达这个位置上之后，我认为行情很快会重新回暖。
那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很多利空的消息，有大机构去抛售比特币，但只是一方面目前我们看到美股市场走了一个牛市行情。那么走牛市行情，我们认为比特币很快会跟随美股市场。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中东战争还有巴以战争还有俄乌战争，这些战争的因素呢是利好和黄金、比特币的。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从比特币减产、战争因素、美股行情来看比特币目前是属于一个牛市当中的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利空的因素有很多这个特别是在牛市当中，牛市是从来不缺利空的，熊市是从来不缺利好的所以呢，片面的理解利空，去认为这个市场是单纯的空头市场是不正确的。只是当前行情当中这个箱体结构下边线的这个结构是容易发生跌破，但跌破之后，如果到达我们预期的37000点到38000点，是一个多头重新开始布局的机会。然后我们也今天看到了 BNB 的行情，特别是 BNB 相对于比特币。那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连续多个交易日已经站上了 BNB 和比特币交易对的200日均线，这是一个多头非常明显的信号。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看到 BNB 是非常表现的非常强势于比特币的，并且呢 BNB 在未来很短时间内要做多种 IEO 要很多币上线币安平台。那么这些新币种上线币安平台之后，拉升之后回踩的时间点，通过新币种和 BNB 的交易对，很多资金要重新回流到 BNB 上来。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很快可能会出现比特币在震荡过程当中一些平台币出现表现机会。我们也看到了这轮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上 BNB 形成下跌收敛三角形结构之后，在接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反弹上来，并且价格能够稳定在$300之上，证明BNB 目前处在一个箱体的上边线附近。那么如果BNB 有一定机会做出44等位置波峰，符合江恩的44等位置波峰法则的话，那么 BNB 在周线级别上会有所表现。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BNB 经历了这轮反弹行情之后，目前所处的位置是周线级别第二轮的8阶阳线的这个位置。那上方我们认为，如果能够站上$350，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虽然之前我们看到 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下跌趋势，但是目前这个趋势基本上算是结束了。BNB 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正在反弹上来，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突破了一个均线，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 BNB 的一个反弹趋势，并且它的价格上是落后于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涨幅的，所以它是有补涨需求的。那在上周我们也看到了腰币 UMA 出现了一定的表现，目前呢我们看从底部最近的一个底部上涨上来之后，有了250%左右的一个上涨幅度。然后通过它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目前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可能会有唐僧阳线的一个走势，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它创出新高之后已经我们看它的现货吧。我们看到创出新高之后，上方呢是存在一定压力的。那这个压力位呢是在20年高位震荡趋势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压力。那如果经历了本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能够成功站稳$8上方的话，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场位置。这里不建议追高，原因是目前经历了短时间的冲高之后，处在沙僧位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容易出现大幅度的震荡和回调的。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出现冲高回落、反复回补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大概率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耐心等待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或者跌破焦点位之后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可能会出现一个拉升过程当中的一个调整后黄金坑的这个位置，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机会对热点币种还是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尽量耐心分仓进场，等待调整充分之后选择好的点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